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回看《楚乔传》，赵丽颖演技确实演得好，演绎到了内心深处的情感。楚乔这个曾经认为赵丽颖无法驾驭的人物，理由很简单，以前她给人留下了过于娇憨甜蜜的印象。楚乔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，隐忍着飒爽英姿，和演员自身特质差距太大，功力不够，不是毁掉角色，就是毁掉了演员的口碑。但剧集一出，感受就2字：好香啊！在戏中，宇文玥与楚乔之间的爱情望眼欲穿，倒是楚乔，他与宇文玥之间怎样的情愫，都值得细细体会。有的人以为楚乔深爱世子燕洵，知在自己黑化之后，改由宇文玥对自己的爱恋所感动，终于生死相许，却让人刻骨铭心。但作者认为楚乔与宇文玥之间的爱情从青山院开始，在九幽台断了线，此后种种只是深海潜流复活。青山院时的楚乔那时该叫仙儿，仙儿对宇文玥从仇视而不得不依附，戒备而只能尽力去迎合，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心甘情愿的追随。有2处可以看出这种变化，其一就是致使暖被与汤药中添加了糖，此时正是通过行动所表示出来的担忧。可能有的人会说那是自己为了混淆宇文玥而故意做出来的，然而他的表情平静自如，不计算戒备，特别是尝过药之后感觉苦涩，又加了一些糖，只是糊涂之言，不必多做。第2处，燕洵送他臂力，约他共赴燕北，被宇文玥在高处所见，其后说仙儿是陶奴，并试探刺激他。仙儿说：“公子，您要认识仙儿，尽管仙儿身世低微，可仙儿既非阿猫又非阿狗，更非谁家丢了块肉就得咬一口接回来。公子，您放心的喝着药，仙儿有什么事忙着，不会来耽误公子的。”行礼转身离去。此段演出并无剧烈动作或神情，是在貌似从容之中，抬颌、收眼、垂眸、回头，抒发仙儿的意、伤怀、负气之情。如果冷酷，怎会因为宇文玥试探失望负气呢？这真情，宇文玥收到，于是在下一个镜头里，苦药进口，却勾起了唇角。若无日后诸多变故，仙儿与宇文玥之间的关系便顺理成章了。一位精心教授，处处维护；一位冰雪聪明，重情重义。青山院日常生活中，宇文玥已经不是冰驼子了，仙儿已经不像惊弓之鸟了。2人互为表里，还渐渐卸去了心防，指尖刃，眉间墨，华佗秋水，各种小趣都透着感情的体温。于日后腥风血雨中回首至此，则犹觉得痛苦而不甘心。九幽台之变是全剧的转折点，这里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仙儿与宇文玥完全被推向了对立。在此之前，仙儿之于燕洵，燕北之于仙儿，只是寄托了自己对于自由的渴望，从那时开始，反而演变为道义、责任、守护和斗争。其命运完全被燕洵所束缚，他们互相支持，互相扶持，在3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成为对方不可分割的部分。这种感情，即使与爱情无关，但外力也很难侵入。3年后，宇文玥与仙儿团聚，一问你记不记得我了？一回长安城中，谁人不识月公子？眉宇间沧桑巨变，眼底凉凉的，恍若置身人间，再也没有回家的路。宇文玥或宇文玥，仙儿但早已经不存在。他就是楚乔，燕洵最为忠贞的守护者，最为坚定的盟友，亦是自己最后的暖心。儿女情长不自觉让位铁血大盗，楚乔深知他对于燕洵和秀丽君的重要性，对于义的执着，让本应该是世界上最柔弱的女人，拿着剑，扛着旗，单人匹马，我可以把你带回家，燃炸。倘若燕洵不落入权谋之中，不非秒进良弓藏之中，不为杀戮、猜忌、
全为所蒙蔽，自己与楚乔之间未见不可能走到一起来，终究还是在明知道对宇文悦有情，又明知道宇文悦情深意笃后，楚乔依然一次又一次的割舍，一次又一次的奔赴燕寻身边。然而风眠却死去，乌先生已经死去，有很多无辜士兵都已经死去，楚乔不顾一切要守在身边，燕寻很容易就将其摧毁。在他即将将宇文悦一并摧毁之时，楚乔最终和他分道扬镳。冰湖一战，悲歌成伤。作为电视剧来说，《楚乔传》在后期剪辑上乱象丛生，而且烂尾不断，引来骂声不断。但作为电视剧中的角色来说，楚乔有血有肉，光彩照人，所有这些都要感谢他的扮演者赵丽颖。2. 赵丽颖新剧《与凤航》开播时间已确定，仙偶剧又迎来王炸。作为赵丽颖主演的又一部仙偶剧，而且还是与多年前的老搭档林更新合作，自带话题和热度的《与凤行》无疑是一众待播剧中最为耀眼的剧集之一。而《与凤航》何时开播的问题，也是有了更多的信息指向，那就是按照相关的播出进程的推进，以及鹅厂相关档期安排来说，《与凤行》暂定将于12月上线。作为一部有着精良之作、豪华阵容以及不俗的剧情看点的仙偶大作，选择年末档期上线，那势必将成为最为耀眼的存在。电视剧《与凤航》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，由邓科执导，九路飞香担当编剧的古装仙偶剧，是以男女主爱情的成长为主线，最终在天下大义和爱情中收获彼此想要结果的故事。但当女主的赵丽颖凭借着近2年的强势转型，先后在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等作品精彩表现，已然成为了八五花中的翘楚，绝对的颜值演技兼备的实力派。此番再度回归曾经的古装舒适圈，赵丽颖的表现也是再度让人眼前。不论是一身战甲的飒爽，又或者是一身洒脱的白衣，尽显古风韵味，与角色的代入感和适配度无疑是直接拉满的状态。尤其是在时隔多年后，与《楚乔传》中的搭档林更新再续前缘，携手合作，更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再找回状态。颜值回归后，林更新的表现也是可打10分，古装依旧帅气儒雅，黑白造型的反差，以及与赵丽颖之间的诸多互动和感情戏，不仅 CP 感十足，而且所带来的情怀也是让人泪目。除了赵丽颖和林更新外，与凤航的阵容里也是卧虎藏龙，不仅有着非常鲜明的层次感，而且清一色的颜值演技实力派。放眼仙偶剧乃至整个古装题材剧中，我都将是王炸级别的水准配置。首先就是辛云来、何宇、宣璐、李佳琦、胡丹丹、黄奕等一众高颜值云集的年轻演员团，与赵丽颖也是有着诸多对手戏，非常让人期待。而何宇和宣璐等配角则同样都有着非常出众的颜值，几位小花更都是公认的古装美女。此番在《与凤航》里，或是正派或是反派，都有着非常好的发挥，为整部剧提供了诸多的助力。公认的古装男神的徐海乔，还有董洁、曾黎、河流关林等等，每一位都有着非常扎实的演技，且带给了我们太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。有他们的压阵，无疑让《与凤航》的竞争力大增。由此可见，《与凤航》不论是邓科和九路飞香坐镇的制作和剧情，又或者是赵丽颖、林更新的主演阵容所带来的热度和关注，甚至是堪称豪华的配角团，都可以说是同题材作品里的顶级配置，统统具备了绝佳的实力，从而让整部剧集的开播前景变得一片大好。大家是怎么看呢？